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川野泰周医生所著的《精神科医生教你的用1分钟整理头脑与心灵的方法》这本书。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瞬间开始，就有做不完的事情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如果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，心灵和身体都会越来越疲惫，完全没有余裕。睡前不知为何总会浮现出一些讨厌的记忆，心情因此低落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容易烦躁。在这种时候，重要的不是拼命去努力，而是调整自己。实际上，要让心灵和身体重启，哪怕只有1分钟也足够了。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表明，只要在短短的时间里把意识转向内心，压力就能惊人的减轻。比如，仅仅把能控制的事和不能控制的事区分开，心情就会安定下来。把当前的疲惫程度用10分制标记出来，也能成为提醒自己不要硬撑的信号。当快被情绪左右时，说一句“我现在在生气”，就能帮助恢复冷静。花点时间认真反思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或者在注意力涣散时进行一次短暂的冥想，都对心理的维护很有帮助。1分钟的习惯，就能极大的改变每天的质量。在继续拼命努力之前，不妨先稍微停下来，调整一下自己。你体内还沉睡着巨大的恢复力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神奇的1分钟冥想；第二，人生的90%取决于休息方式；第三，放下对自尊心的执着，净化人生的心灵整理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神奇的1分钟冥想，不是全神贯注，而是适度集中。在本书中，最重要的头脑和心灵整理方法，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正念。可能有人一听就会想，又是冥想那一套吗？但请稍等，本书介绍的正念和一般的有点不同。它的特点是只需1分钟，保持适度的集中，就能轻松做到。正念近年来已经超越了宗教的框架，作为一种让心灵平和的智慧，在全世界流行开来。正念的定义是在当下这一刻，有意识地将注意力放在体验上，放下评价和价值判断，以接纳的态度如实面对。在这个人人都过着忙碌生活的现代社会里，珍惜每1分钟显得格外重要。本书的内容就是从多个角度提出用1分钟就能实践的冥想方法。本书的作者作为精神科医生指出，过度的集中在精神医学上并不总是好的。比如，在一些患有发育障碍的人身上常见的过度专注现象，长时间沉迷于某个任务，结果事后产生强烈的疲惫，甚至损害健康。即便不是发育障碍者，也会有类似体验，比如沉迷游戏过久，大脑疲惫，导致学习或工作受到影响。所以，重要的不是像传统冥想那样极度集中，而是适度集中、轻松进行的正念。除此之外，日常生活里的打扫、园艺等等，也都可以成为修行。接下来，就要具体介绍这些不同的冥想方法。第二个要介绍的神奇1分钟冥想是停止多任务，同时只专注于一件事。随着 IT 技术和各种设备的发展，现在无论在哪里都能与人联络，也因此，许多人不得不同时进行多项工作。我们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以多任务处理为前提的状态。但必须确认的一点是，人类大脑在同一时间里能够分配的注意力是有限的。我们并不能同时把注意力放在无限多的对象上。实际上，当我们在进行多任务时，就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不断切割并消耗。这种被消耗的注意力资源，在心理学中被称为注意资源或注意容量。人类的大脑本来就不擅长多任务处理，尽管如此，现代人的意识却总是被分散在许多事情上，结果就是大脑始终处于满负荷运转的状态，无法休息。注意的对象越多，分配到每件事上的注意力质量就越低，于是大脑疲劳不断累积，导致自主神经失衡，出现无精打采、烦躁易怒的状态。
正因如此，许多现代人因为多任务而在心理健康上出现了问题。作者精神科医生指出，这类情况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信息断舍离，例如暂时停用社交媒体，或者远离电子设备，进行数字排毒。然而，即使减少了这些信息来源，现代人依然有很多事情必须处理，家务要做，工作也要完成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关键在于要把多任务重新理解为单任务的集合，也就是说，不要一边做一点这个，一边做一点那个，而是先专注把一件事做到一定程度，再进行下一件。这样做，结果上能在减轻大脑负担的同时完成更多的工作。这种做法就是通过一次次专注于不同的单任务，来提升整体生产力。如果坚持下去，就会发现工作结束后的疲惫感大大减轻。当大脑逐渐适应单任务并进入专注状态，注意力的浪费就会进一步减少。即便没有达到完全的心流状态，只要养成一次专注于一个任务的习惯，也能比多任务方式节省得多的注意资源。那么，怎样才能真正专注于单任务呢？关键在于觉察到自己的注意力偏离了当下任务，意识到杂念出现本身就是把注意力带回此时此刻的契机。为此，作者推荐一种叫冥想诱导的日常程序。它的做法很简单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端正姿势，挺直背部，打开胸腔，深呼吸一次，轻轻的就可以。接着尽量望向远方1分钟，这就是所谓的冥想诱导。人类自狩猎时代起，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：看远方时，交感神经被激活；看近处时，副交感神经被激活。但现代人常常一边盯着电脑或手机的近处屏幕，一边又让交感神经处于优势。这种矛盾状态长期存在，就会导致自主神经失调。所以，通过短暂的望向远方来重置，就非常必要。哪怕只是工作间隙，在阳台上看一看车流，也能起到效果。这样做，大脑就会逐渐恢复愉悦，心情也会随之放松。于是，你会有多余的心理能量去过更积极的生活。比如，在料理、打扫的空隙中抽点时间培养爱好，或者学习。接下来，作者要介绍的第3个神奇1分钟冥想，就是点上自己喜欢的香，然后单纯的数呼吸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即便想专注于打扫或整理，往往还是会被他人的话语或手机、电脑不断涌来的信息打扰，难以集中注意力。关于人类的专注力，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，但结果显示，集中力会因环境和心理状态而变化。因此，人究竟能持续专注多久，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。比如，某项对大学生的实验显示，课堂上学生的专注力在10至15分钟左右达到顶峰，之后就会逐渐下降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人类很少能保持1至2小时的持续专注。因此，可以参考禅宗自古以来实践的呼吸法。打坐时，身体不能随意动，但现实中，当人紧张时，反而容易动来动去。好不容易心情安定下来，又因为放松过度，姿势走样，于是被僧人用木棒敲打提醒。不过，这些修行其实蕴含了很多智慧，其中一种叫做数息观，专注于数呼吸的冥想法。方法是自然呼吸时，呼气默数1，吸气呼气后数2，以此类推数到10，再从1重新开始。如果中途杂念出现，忘记数到哪里了，也没关系，只要重新从1开始即可。不要因为走神而觉得自己没用，重新回到起点就好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只专注于数呼吸，会让人感觉舒适，杂念出现的频率也会逐渐减少。即便不数息，只是简单的感受空气吸入、呼出在鼻腔中的感觉，或者体会呼吸时身体的起伏，也同样能达到良好效果。通过持续这样的习惯，科学已经证实能够带来许多好处，比如专注力提升、头脑清晰、增强自我肯定感。同时，
大脑在冷静观察和接纳事物的功能上也会有所提升，从而获得不被他人言语轻易左右的内心强大。当然，对于每天都很忙碌的人来说，长时间打坐可能比较困难，但在乘坐电车、等待出租车、排队等候餐厅这些零碎的空闲时刻，都可以尝试简单的进行这种练习。一旦将这种数息法习惯化，在真正需要面对任务时，就能展现出极强的专注力。实际上，以禅宗或佛教冥想为基础发展出的正念冥想，也被称为大脑的肌肉训练。只有在日常就有冥想习惯，关键时刻我们才能真正掌控内心。不过，很多人即便被告知请专注在呼吸上，也会感到难以把握这种感觉，或者很快就被各种念头打断，而觉得自己做不好。对于那些觉得难以专注呼吸的人，可以尝试香气冥想，专注在自己喜欢的气味上，不论是香薰精油还是香，都可以使用。通常人喜欢的气味更容易让注意力集中。一般来说，柠檬、薄荷等气味被认为能提升专注力，所以非常适合在早晨或需要集中工作之前使用。而在晚上临睡前，则推荐能帮助放松、促进睡眠的气味，如薰衣草或洋甘菊。方法很简单，当吸气时，想象香气从鼻腔流入体内；呼气时，则想象香气随之流出，然后安静地坐下即可。一开始只需1分钟，如果感觉舒适，可以逐渐延长到3分钟、5分钟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人生的90%取决于休息方式。下面将介绍3种帮助善待自我的休息方式。首先，第一种，只用1分钟，什么也不做，发呆放空。如果今天有人对你说，请一整天什么也不要做，你会怎么过？大多数人还是会去安排计划、联系朋友，或者去排队吃热门餐厅，因为我们的日常已经习惯了不断去做点什么，所以什么也不做反而会觉得不自在。最近国外，特别是在荷兰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 Niks-an， 意思就是刻意什么都不做，也就是说，把所有工作、家务、任务和计划都放下，腾出时间只做一件事，什么也不做。研究表明，这种做法的效果非常显著。发呆时，大脑会分泌血清素，帮助自主神经系统恢复平衡，让心情平静，变得更加积极。在荷兰，这种 Niks-an 已被应用于预防和恢复倦怠综合征。另外，荷兰某大学的研究也发现， Niks-an 不仅能帮助减压，还能激发新的创意和灵感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明明之前绞尽脑汁想不出点子，但在洗澡或散步时突然灵光一现。其实，这正是 Niks-an 的作用。当然，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，花整整1天什么也不做并不现实。因此，更推荐的方式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短暂的休息。美国某大学的研究表明，在工作中途进行短暂休息，可以恢复注意力，减轻疲劳。有趣的是，休息1分钟、5分钟或9分钟，恢复效果并没有明显差异。也就是说，无论长休还是短休，效果相同。对忙碌的人来说，短时间休息反而更方便，哪怕只有1分钟，也能有效恢复专注力。不过，这项研究也发现，关键在于休息的方式。如果在休息时做一些让自己感到愉快的事，会大大提升之后工作的活力。据说爱因斯坦、爱迪生这些天才，也会通过短暂的小睡休息来整理思绪和恢复专注。他们甚至会手里握着勺子小憩，当睡得太沉时，勺子掉落的声音会把他们唤醒。这正是短暂休息的智慧体现。短暂休息与正念冥想虽然相似，但仍有不同。正念冥想是有意识地专注于当下体验，而 Niks-an 则是放下一切，单纯什么也不做，悠闲放空。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时间使用方式。休息不必刻意抽出大段时间，哪怕只是电车上、医院等候时日常零碎的空档，静静发呆一会儿，也已经足够。
尤其是那些被家务和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人，更应该主动留出什么都不做的空白时间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种，是在走路时觉察脚底的触感。慢慢行走，人的活动节奏因人而异，有些人生来就习惯高速节奏，凡事都要快，否则心里就不舒服。这类人通常直奔目的地，吃饭也匆匆了事，总是全力冲刺，无法真正放松。正是这样的人，更需要学会放慢节奏。但是矛盾的是，他们往往最不擅长慢下来。周末明明知道身体应该休息，却觉得闲着是在浪费时间，从而焦虑不安，于是整天在外活动，结果到了周一早晨，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开始新的一周。对此，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走路上，这可以在通勤或购物途中进行，但最推荐的还是在公园小道或草地上进行行走冥想，也可以称为散步冥想。做法非常简单，挺直背脊站好，以缓慢的步伐行走，观察草木、鸟或公园里孩子们的玩耍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双脚交替踏地的感觉上。关键在于觉察散步时实时发生的感受。如果因为看到小学生玩耍而联想到自己童年，那就已经不是此时此刻的觉察，而是被思绪带走了。当杂念浮现时，要做的就是觉察到它，并把注意力重新带回到脚底的感觉上。你甚至可以在心里默念脚抬起，脚落下，这样会更有效地把注意力拉回来。从外人看来，你只是在慢悠悠地散步，但实际上，你的大脑正专注于脚底的触感，这就是一种行走中的冥想。等你走完一圈小路，会感觉心情平复，思绪暂时停歇，头脑清晰了许多。通过专注脚步，烦恼与忧虑能暂时从大脑中剥离，即使走一小段路，也能让头脑清醒。对于特别忙碌、无法抽出整块时间的人，还可以尝试楼梯冥想。在工作或家务间隙，每小时抽出5分钟离开任务，去爬一小段楼梯，边走边觉察脚底的触感，最后深呼吸一次。虽然很简单，但却对缓解大脑疲劳效果显著。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脚底，就能提升觉察力，甚至增强自我肯定感。所以，越忙的人，越应该刻意找时间来实践。接下来介绍第3种，是磨练五感，想象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中。大家是否听说过自然缺乏症候群这个词？它指的是现代人远离自然，长期生活在人工环境中，从而对身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状态。近年来，自然缺乏不仅被视为身体疲劳的原因，更被指出会导致大脑疲劳的累积。德国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城市生活会对大脑功能产生重大不良影响。居住地越大，大脑杏仁核的活动水平就越高，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。杏仁核是大脑中负责感受焦虑不安的部分，它越活跃，就说明大脑承受的压力越大。这项研究还发现，住在城市里的人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、免疫力下降、肥胖等问题。原因在于缺乏接触自然的机会，会导致体内压力荷尔蒙分泌过多，从而过度激活交感神经，引发易怒、焦虑，甚至抑郁症状。改善自然缺乏症候群的最佳方法当然是去大自然，比如登山远足。但对忙碌的现代人来说，这往往难以实现。因此，推荐的方法是把自然带回家中。光是观看花朵、观叶植物，就能让人暂时从现实中抽离。种植香草、养金鱼、热带鱼等，也能带来自我肯定感和疗愈。甚至只是在脑海中回忆自然景色，也能发挥强大作用。这就是作者推荐的自然意象冥想。做法是：轻轻闭上眼睛，做下深呼吸，继续自然呼吸的同时，回忆自己曾去过让你感到舒适的自然景象，细致地调动五感去回忆。视觉：远山、近处的树枝、脚下的花田、稻田；
听觉溪流声、鸟鸣声，嗅觉泥土的气息、花的香气，味觉甚至可以回想当时品尝到的食物味道。这就是一种能够让人身心放松、恢复能量的意象冥想。当你能够如此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出画面时，就可以尝试在那个意象的世界里实际走一走，就像前面介绍的行走冥想一样，把注意力放在脚底与地面接触的感觉上。如果意象中有可以触碰的事物，就可以伸手触摸一下，最后慢慢深呼吸，然后将所有的意象放下，让心灵彻底解放。研究发现，即使身体依旧处在日常环境中，仅仅让头脑、意识、心灵置身于自然，也同样能产生疗愈的效果。这种方法如果平时多加练习，就能在心情烦躁时立即运用，帮助你快速恢复平静，因此非常推荐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放下对自尊心的执着，通过心灵的整理术来净化人生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很多人因为过度执着于自尊心而感到生活艰难。所谓自尊心，可以理解为类似自我骄傲的概念。过去，我们一直被强调培养自尊心的重要性，但是近年的心理学研究发现，仅仅依靠自尊心来定义自我价值，反而让人更容易受到心理伤害。这里所说的自尊心，是指通过与他人比较，才能感受到自身价值的那种心理状态。自尊心高的人，确实可能在短期内感受到自我肯定，但心理学已经证实，那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接纳，因为自尊心始终依赖于他人的认可。因此，倘若仅仅把自尊心作为自我肯定的依靠，就非常容易崩塌。只要别人否定你，或指出你的错误，你就会责备自己，不想与他人接触，陷入自我否定的状态。很多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封闭，甚至拼命想维持自我肯定感，结果反而更强烈地执着于自尊心，却不自知。但其实，除了自尊心之外，还有另一种重要的心理因素，也能支撑我们的自我肯定感，那就是对自己怀有慈悲与关怀。心理学上称之为自我关怀。自我关怀字面意思是怜惜、慈爱自己，它指的是承认并善待自己的存在，而不是依赖他人的评价。不是因为我比别人优秀，也不是因为我在社会上有某种地位，而是即使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，也要告诉自己我依然值得被善待。这种观念源自佛教教义中的慈悲之心。那么如何培养自我关怀呢？其实并不难，从每天只留1分钟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开始就可以。给自己一份自由时间，比如泡一杯茶或咖啡，静静享受它的香气1分钟，这就足够了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就能逐渐减少对自尊心的执着，在培养自我慈悲的同时，真正提升稳定而持久的自我肯定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